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出场，有请，欢迎你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韩先生，51岁，来自辽宁；个体文女士，54岁，来自辽宁，退休。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导致你们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啊，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这10几年来没领证导致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老人赡养问题、经济分配问题、对未来生活规划不一致等等，太多太多。我认为现在领不领证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赡养我父母的问题，一直商量不明白，没达成共识，其他的那都不是事儿。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他能跟我领证是最好的了，如果不领证的话，我也要掌握他和他父母的经济大权，因为我们俩以后过日子必须一条心，不然的话，我真的考虑我们俩的感情呢。我就想按照现在这么过，也没有啥大问题，赶紧把我父母的事儿聊明白就行。哟，你俩这个问题可不小啊！这10几年了没领证，我们15、16年了，生活在一起。我看你们50出头嘛，那10几年前也就30郎当岁，正是成家的好时候呀。怎么这么多年了不领证呢？就是啊，在我们相处的第6年的时候，本应该领证的，但是那时候吧，我们有点生意做，也忙，但是他也没定下神，就想跟我领这证。但是这2年呢，我又提起来这个事儿呢，他就是老是给我压力，也不往这事儿上谈。咱一点点说啊。你们俩彼此认识的时候，您是34岁。对，我有个前提，我再婚过，我离异的。有孩子吗？我有个女儿。就是您是离异带孩子的状态，那先生呢？先生比您还小3岁是吧？对对对。当时您是什么状态？我是没结婚，单身。那应该最初的感情挺美好的呀，是吧？是。那一般不就30岁就谈个1、2年、2、3年就结婚了吗？这光顾创业来的，也没往这方面那什么也。创业是你们俩各创各的业，还是一起创业？我们在一起创业，钱也在一起。对，钱也放在一起。投资是谁投的钱？前期是我男朋友投的，后来在我的帮助下吧，咱俩这生意才能做成。后来呢，我就提出来，我们把证先领了呗。那是在6年以前吧，就是17年是你第一次提出领证。对，然后呢，他就老是推脱。就是当时创业也没着急领，也没有啥大事儿，着啥急。咱既然都来了，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啊！就不愿意领证，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责任上的问题、孩子上的问题？啥问题？其实呢，那时候他有顾虑，因为我有个孩子，我这孩子那时候念书用钱的地方也多，怕我花的钱多呗，可能占他便宜什么的。我想是这样。在不久吧，17年，他就提出来了，要给他父母搬到一起住。我没同意，因为什么呢？那时候咱俩做生意，那时候挺忙的。完就有一天有个项目要投点钱，我就说你再拿出来一点钱呗，那时候咱周转不够嘛。完他说我没钱，我说不对呀，咱俩这3年，这钱都在你手里，怎么能没有钱呢？后来呢，第3天，他说咱俩去我妈那取钱吧，我跟我妈借的钱。我说这事儿我就心里画糊，我说怎么从你妈那取钱？他妈他爸的经历我也知道啊，就靠工资养老的。后来我说你在你妈那取。怎么回事这个事儿，完他就说了啊，那个之前我给我妈70万啊，因为我想帮他俩买个房子，在我们附近买个房子，这个事儿就撂下了，我也没在意什么，因为那时候着急做生意投资用这钱嘛。完这个中途啊，我生意做完不忙的空余时间，我就为这个事儿我就当个事儿了，去查这个事儿，他这几张卡我就查一遍。我说不对呀，这个钱你转给你妈名下，你妈怎么又转给你姐了呢？你又来说这事儿，这不都反正我就到这来，我就想当时不都把真实说出来呀？解释了吗？都说解释你都是撒谎啊！我姐用钱了吗？这事儿。然后呢，你别说去，然后呢，就过了几个月，我们周转肯定都用现金嘛，又用钱的时候又拿不出来钱了。
我说这钱怎么不对劲呢？恰巧这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手机刚刚响，银行提示嘛。哎，我说不对，你这钱怎么就借20万？是谁给你转？我一看是他姐，他就说啊，我姐买台车跟我们借的。我说这你拿我当什么了？我说你拿我当媳妇儿了吗？哎，是这样的啊，你们俩做生意钱都在男方这儿，对，他有自由支配的这个空间，对，他有自由支配的权利。后来不管是妈妈还是姐姐转回来70万，还有20万，对，在妈妈。咱俩挣的钱那也主要都是我投资，都是我平台人帮你赚的呀。是你平台的平台有啥用啊？你一说。门女士，那你们的财务透明吗？从那个事情之后，这听起来之前是财务不透明的，你是不知道进进出出去哪儿的。到现在都不透明，所以我就是想呢，是不是就差这个证啊？没领证怎么他就在经济上就不跟我透明？我也不是一家人，那在你眼里我就是外人吗？哎，这70万的大额的这个账的出入是在哪年？19年。啊，那你咋今天才提起来说必须咱俩结婚领这证了呢？今天还有别的问题出现了呀？啊，还有啥？你他这2年强迫我要把他父母接过来，接我们这房子住。因为他父母年龄大了嘛，他说。我可没强迫你，是强迫这词儿用的。这个房子谁买的？这个房子啊，是我前夫留给我的。哦。但是我认识他那时候，这个房子有30多万贷款。我们共同赚钱以后，把这个贷款帮我还上了。那先说下你不同意的原因。第一点，他没真心对我；第二点呢，他父母现在年龄和身体上都不需要我们24小时那么去照顾。是不是还有一个想法是说，既然这么多年你给你妈转了不少钱，你们有钱养老就行了？有这想法吗？也能有一点吧。所以你看得到的是50万加20万。一共70万是吧？对。实际上你觉得呢？这些年共同赚的钱啊，他给了他的妈妈那边给了多少？肯定高于这些钱。高于啥？就这2笔不是都知道吗？哎呀，你说我看见是2笔，没看见呢。小来小去的了。还小来啥小去？哎，3万5万的那都不算数，经常的。这么大笔钱给他们是有什么用途吗？我合计让他们现在住那楼层高。我讲你一句话，老师，我想一句话，有用途的呀。他给他妈妈，他妈妈再给他姐。那是我不跟你说了吗？临时我姐有病了，急用钱，江湖救急嘛。还有一个问题，老人家，他们在高层住那房子是谁的？你不是想给换矮层吗？是咱家的呗，是您名下的。然后您把他们换到矮层。对。那现在呢？2个老人家如果接过来住在他前夫留下来的房子里，您名下原来那个高层的房子怎么处理？那怎么处理都行，卖了呗，或者是租出去都行啊。这个钱的收益是谁的？我的呗，我卖的不是我的吗？对呀，他算得很清楚哎，因为不是夫妻嘛。看看跟我可分析眼了。那不是夫妻，他用钱我也给他拿呀。稍等，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一直在强调一起合伙做生意。对。那这个创业这公司股权怎么分配的？你们有没有口头上的协议？那这个生意我们是一人50%吗？没有。那你们有没有达成过一致？没有。所以啊，这就会有问题啊。所以这就是女方觉得不行，我这以前大大咧咧啊，还年轻，现在上50了，快奔60了，我得算清楚是吧？对。哎，那咱们先这么说啊，那现在其实男方的诉求是要把我妈妈接过来一起生活，是吧？女方的诉求是说，咱俩先得领证啊，咱把领证与不领证先放在一边。如果说啊，未来的婆婆也好，准婆婆也好，接进来一起住，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你们怎么着？我就同意婆婆搬进来。现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最近呢，怎么产生这么大矛盾到这儿来呢？我最近呢又看好一个项目，她说死都不同意。你的意思说她要同意你投资这个事儿，婆婆就能接进来？有一点吧。这个你要新投资项目要多少钱呀？大概也就30-50万吧。然后你不同意哈，先生？是。为啥不同意？之前都赔400多万了，都刚开始咱俩做的风生水起的，后人赔的都赔回去了。他赔的？你不也参与了吗？是参与了，主动权在你那了吗？是这样的，老师，在4年前吧，我们投资的2个项目，一个是说挺大的，反正也是我朋友带我的，一个大健康，一个是什么元宇宙那个什么项目，我挺笑话的，一想出来太愚蠢了。
投资高利息，给高利息，加一起2年拿了400万滚进去了，然后都赔了，都赔了。不是这事儿呢，先生也同意的呀。他也是默许的，同意的。我刚开始我说你就愿意玩儿，就拿个30万、20万的，咱这小来小去跟着玩儿。所以咱就说你俩人当时都愿意做这事儿，然后赔了，所以现在女士又想抻头投资什么生意，先生就有点不想投了哈，怕再赔，是这意思吧？对。是我这次项目，因为我朋友啊在年前干了半年了，已经都赚到钱，我也看到了。因为我经常去跟朋友在一起，经常考察这事儿，我挺有把握的。上回也是您朋友吧？都是圈内朋友啊，不是一个朋友，但也是您朋友。对，这回您朋友也告诉您里头赚了钱了。这回我是亲眼看见的，都是实体，挺好的。我怎么觉得话术都一样啊？哎，那你们现在等于没有手上的项目做了是吧？没有，是生活来源。我现在退休了，有退休金。他们还有积蓄啊，全部在男生手里啊，是吧？对，咱们有点积蓄。还那都赔没了，还积蓄呢？有没积蓄吗？没有了，还哪有啥积蓄？2个人赚来的钱，在你手里还有多少？也没有多少了，你就合计呗，赔这些钱还能有啊？够养老不？那够。够啥养老啊？我准备现在还合计自己让他开一小饭店，我或者开一小超市，让他干，他还不干呢。所以说明手里还是有钱，还是有。你其实不愿意跟我们说啊，没事儿。但是女朋友知道吗？你知道她现在你们一共账户里有多少钱？我掌握不了这个钱，因为你看他不给我投资，说没有钱，又喜欢那个好车，以他名义又买一台车，花了将近60万。买车现在是贷款买的，我现在我按月还得还贷款呢。那你也是有这个贷款还清的能力吗？那以前那够月还能回来钱，现在都他投资项目1毛钱也回不来了。那咋买那么贵个车呀？不还有孩子们也下来票了，孩子要么老跟我抢车开。谁的孩子？你有没孩子？他俺的孩子呗。你车的名字写的是谁呀？啊，写的他名字。哎呦，什么都是他的名字。我名给孩子开不一样吗？咱都一家人，你还分得太清了。既然是一家人，我说把这证领了，你为什么不领？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失去一张证吗？有。我听说这女士为了研究这个咱俩结婚，特地学了好多知识啊。你说说这个领证没领证，对于这辆车也好，你们共同的这个财务也好，有什么好处？你给他讲讲。就是最近嘛，我背着他，我学了很多就是关于夫妻财产分配的这种知识。我一想，因为他名下还有保险，我就跟他谈，我说以后咱俩要没有这个证，如果真有一天有什么意外的话，我算什么呀？以后什么都不是我的。但是他赔了400万，我也没揪着他往回要啊。哎不，这个是2个人合伙做生意啊。我要赔也算是俩人一赔了200。对呀。所以，我敢把那60万的车写在他名下吗？不敢。他扭头就给抵押了，我找谁要回来？对，所以我得写我名下呀，不吃亏。怎么就不吃亏呀？赔归赔，那大家做生意失败了，投资失败，这叫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共同承担这个风险。但是这个车写在你名下，就是你的，和我1毛钱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你给抵押了。今天我心情好，让你孩子开；明天我心情不好，我拿回来了，和你孩子没关系呀。我就这么想的呀。品红老师说的对的呀，因为这是他名下的车呀。另外还有一个70万能拿回来，因为你们2个人还有感情。如果当时他翻脸不认人，根本不理你。哎，那我这么问一下，咱不说这钱的事儿了哈，你们俩就抛开这些生意啊什么，你们俩相处的怎么样？好，那他可优秀了，我干啥活都不用我，那一干就错，啥不用我讲了一句话，不对，他说全整。在这儿等着他。对，您的口气，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就在告诉我们，您在嘲讽他。他说的都是反话。对。我每次要是支持他干点活啊，动不动就说：“哎呀，你说我干的不好，我不能干。”每天就是养老了，现在开始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健身运动，遛小狗、游泳。他每天都要，他喜欢游泳。如果说你男朋友决定拿出来你需要的钱，让你去投你想做的项目，这证儿还用领吗？必须领，同意也要领。他要不肯领呢，怎么办？不肯领，我们就也许会散伙呗。人家都说了，你不领证我散伙了，你这还不领啊？哎呀，他就是让我说，他就是现在就更年期。对，哎，那我就问你啊，这证你都说都有那么重要吗？就根本我让我说一点重要都没有。不重要，你不重要就领了呗。领了，省得他天天在那扎，你不觉得？我父母也没来，你说我赡养这到现在，你说我最主要
这事儿赡养你父母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和他也没关系啊，他配合。咱俩不得共同的吗？谁跟你共同啊？就算你们领了证，他也是赡养自己的父母是我的主要责任，妻子是配合我。对。但是我认为做儿媳妇是应该伺候了，不是儿媳妇啊，不是没领证啊，儿媳妇在一起，咱都同居这张都10多年了。来，咱们这个打开天窗说亮话。既然你觉得这张纸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为什么不肯跟他领这张纸？你说清楚了。我认为啊，他还有私心，他就是惦记这2个钱儿，然后还有。他不应该惦记钱儿吗？你俩10几年在一起了，不应该惦记啊？应该惦记也别太明了。啊，跟你结婚就是惦记你的钱，到他手里全还得给你赔。那我能这么理解吗？你不跟他领个证儿，就是怕他惦记你的钱，是吧？有一方面，您还惦记他的房嘞？房那我没直说。他就想利用我伺候他妈他爸，现在都是每周我得去2次给做饭。那个女士，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共同生活10几年，生意也在一起，那你现在手中你能支配的现金？包括一些财产有多少？我能支配的没有很多钱，10万8万的在我手，剩下大钱全部在他手里。您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当初把这么多的共同做生意的资金，全部捏在了男朋友手里？那肯定是啊。那你后来回来，现在还买呢，还买金子呢。买金子咋了？这买完金子给孩子了，那不正常吗？我一个女儿，我给谁呀？哎呀，行吧，其实事情我们也听得很清楚了。这个先生也说了，我这50、60万买个车是给女儿的，给孩子的。但是呢，你买个几万块钱的金子给这女儿，真买了他可就不干了哈。对，一到正格的时候，就不干了。桩件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那究竟这对情侣哈，10几年在一起生活的情侣，他们应该何去何从？我们看大家都是什么感受和建议啊？小年轻，你们有没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比较支持这个姐姐吧。我觉得还是这应该领证啊。你说，毕竟2个人就是生活在一起也是10几年了嘛。我觉得大哥的做法不对，毕竟这么大岁数领证必须要领啊，毕竟有一个也算是法律上的一个保障吧，一个保护一下你的婚姻之类的。哎，咱闺女多大了？我闺女25。咱闺女对你俩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反应啊？孩子表面上也不说什么，但是内地里也是不高兴。你女儿和她的关系呢？这也10几年，哎，那关系是不错的，对我女儿也很好。好，基于现在这样的情况，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呢？互不信任，彼此利用，而且各怀心思，2个人就是这么搭伙过日子，没有领证，又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你们谁会全心全意？恕我直言，2个人都是各有打算，各有防备。男友很清楚，他的底线，那就是不走进婚姻。2个人情投意合的时候，一起努力的赚钱，放在谁手里都是我们的。结果现在发现，到了男朋友的手里出不来了。如果说现在分手，你也清楚，意味着捏在他手里的钱1分都拿不回来，所以你更加的急迫的想要这张证啊。对，如果你们2个人真心实意想走后半辈子，那就真心真意的成为真实的夫妻。只有领了证，才有了法律的保护，也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到这一个重组的家庭当中去。但是现在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您真的要思考离开了。如果这位男朋友他依然决然的不愿意走进婚姻，今天的态度也是他明天的态度。所以2个人掂量一下，2个人有没有感情。如果有感情，赶紧领证结婚；如果没有感情，现在讲点道义，在您手里的钱怎么分配，2个人协商一下，分了钱我们散伙。这问题到现在啊，已经算是这位姐姐的一个心病了。是，就是这一个证的问题。对，本质其实反映出的更多的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相处和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很缺乏安全感。然后以你目前你看到的，你觉得好像只有了这张证，
他能够最大程度的把这个安全感给我拉起来，或者让我更加有信心跟这位先生在一起走下去。对。但其实对于这位先生而言呢，他一定是会有很多的顾虑，一直没有同意。但我相信你们两个的感情，不领证还在一起10多年，对你的孩子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共同亏了钱，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说你什么，感情的基础大家都是看得到的。那么其实不领证，无非就是可能这位先生对你们领证之后的未来可能有一些担忧，因为换一句话来说，其实不是证本身的问题，是你们两个现在对于未来人生规划出了问题。这位先生的规划可能是我们保守一些，对吧？咱也有一定的积蓄，我们保守一些，小打小闹一些，或者我们做一些能够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这就很好。但是以你的状态呢，可能比如说之前亏了一些，不行，心里多少还是想翻身的，但是还真要考察一下，或者说要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的能力，可能不一定适合很大的投资。关于这一点上，希望你们两个人先达成一个一致，然后再进一步聊这个证的问题。领证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也是相当于说我对这份感情的一个认可，我对这个人的一种认可和信任。其实这位姐姐需要的也是您对她的一些认可和信任。然后还有一点，赡养父母真的不是做个饭的问题，现在可能是，但是一旦住在一起之后，它绝对就不是洗个衣做个饭那么简单。所以希望你们都好好想清楚。这位大哥也希望你想一想，怎么能够在领证之前把一些小的问题达成一致，一步一步的，两个人再重新规划一下方向。想找西大解决情感问题，观众朋友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然后关注，那么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您就会得到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这个大姐啊，千万别领证啊，你千万现在别跟他领证啊，你知道为啥不？你现在跟他领了证，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婚前财产，1毛钱和你关系都没有。你把你们之间这么多年共同的财产也好，情感也好，捋顺，把你该得的那部分捋清楚，他得求着你领证。你本来是主动权都在自己手里的，你又照顾家，做家务，你又性格好，陪他10几年，照顾他，你又和他一起打拼，你把你自己前夫给你的房子双手欢迎他搬进来一起住。你把你最好的10几年的人生都和他共度，他是处处防着你，所以你还领证，他还要让你伺候他的爸妈，对，你连个儿媳妇都不是，对，你不傻吗？你亏了，你要现在跟他领证，亏得死死的。你看你这男朋友，这气鼓鼓的看着我，你这拆散我们的感情，我还是等着他给我妈养老呢。那我翻过来说你啊，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彼此去不叫利用啊，去善用。在一块儿就说不清楚了。
用结不结婚作为要钱的一个筹码，钱要不回来，要回来也一定是不情不愿。把要不要钱作为结不结婚的筹码，这婚结的也不纯粹。所以二位是谈钱的时候别谈结婚，谈完了钱咱们再谈结婚。来，韩大哥，你敢看着自己女朋友跟他商量吗？你就跟他说不谈结不结婚，你给我多少钱？盯着他眼睛问。如果咱俩不过了，你能给我多少钱？你要多少钱呗？要，门大姐要。我要50万。注意啊，要了50万，行还是不行？可以开始讨价还价。您觉得多少钱？这段事儿能了？你要多少钱都行。好，答应了，50万都给你。要50万，我也不多要。好嘞，这50万包括了一切啊，这50万给你，还要车吗？要1台车，我们2台车现在。行，车解决了，50万解决了。好，接下来二位还有什么关于钱的事儿捯饬不清楚没有？暂时没有。好，接下来回去啊，50万给他，刚才答应的，说话算不算？算。接下来在这种条件下，二位聊聊，16年感情，咱能结婚了吗？没有任何钱的勾搭连环，纠缠不清，钱聊清楚了。现在，门大姐，没有这些纠缠的情况下，你愿意嫁给他，并且帮他照顾他年迈的父母吗？愿意。韩大哥，在没有这些钱的勾搭连环、纠缠不清之下，现在她愿意嫁给你了，你觉得这个女人你还要不要娶呢？要。解决了，恭喜二位，100年好合。谢谢老师。齐了，就结束了是吧？把我给省略了呗。都解决了。我认为这个证儿肯定不能领啊。大姐，我告诉你啊，这证儿不值钱了，让雷老师硬把你们给攒一块儿的这个证儿，有什么意义啊？咱要说钱，这证儿值钱在6年前值钱，为什么？从真的钱上角度来看，6年前还有400多万呢，值钱。从情上来看，您毫无保留的把所有都给他，钱给他管，决策给他管，自己不当儿媳妇儿，但行着儿媳妇儿的义务。那会儿他跟您求婚值钱，现在还有什么？现在身边这个所谓的合作伙伴，他有什么？整天遛狗，自己开心，想着怎么把自己父母的责任应该自己尽的孝吧，让女朋友尽孝。要这个证儿，你得到了什么？之前的钱没有得到，一个证儿带来了2位老人，而且是一个不孝之子推给你的。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还要跟他在一起？这个证儿有或者没有，你们的感情有什么变化吗？啊，今天把证儿领了，你们感情就蹭一下就升温了。你不觉得反而是大姐，你因为拿到这个证儿，你莫名其妙的感恩戴德，你莫名其妙的要更加投入，你莫名其妙的我更加不管这些钱。拜托，这是一个证儿啊，背后透露出什么？算计啊，推卸责任呐。所以这证儿就是一个照妖镜啊。所以我的建议是，除非有一天这个男人向你求婚，我们才勉勉强强考验考验他。现在做的工作就2个字儿：清算。清算钱，不带任何感情的清算钱，因为毕竟是合伙一起做了事儿。第二，我们心平气和的谈谈情。就是这15年，这一个证儿一张纸，有这么重要吗？重要，但为什么显得这么不值钱呢？好好聊聊吧。好，谢谢老师。两位好好思考一下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刘，23岁，来自吉林，学生；小徐，22岁，来自吉林，实习销售。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俩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像情侣，他心里一点也没有我们无话可说，也根本没有信任可言。他太敏感了，管制欲特别强，我在这段感情中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压力太大了。你对这段感情还有期待吗？也就有点儿吧，因为他异性缘一直都特别好，我从恋爱开始就没有安全感，
直到异地之后，他变得更像个机器人一样，跟我交流越来越敷衍。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之后还能走下去吗？肯定有期待呀，她之前是个挺好的女生，也很包容我。为什么异地之后变化这么大呢？现在总是无理取闹，遇到事情刨根问底儿，到最后就是冷战收尾，根本就不解决问题。她还能变回来的样子吗？哎呀，女孩觉得和机器人谈恋爱，男孩觉得这还不如机器人，是吧？这怎么就处成这样了？就是我俩现在在异地嘛，从11月份开始，因为我就留在这实习嘛，他就是放假就回家了嘛。然后我就感觉他天天也不跟我说话，就分享欲就是也特别少，对我就特别冷淡。就我今天想来问问他到底能不能处了，到底啥意思？我没啥意思，我还想问问他为什么这么敏感了。就是女生说是异地之后这种就不愉快和担忧放大了很多，是吧？对。你担心啥呢？我对象长那么帅。我就担心他跟别的小姑娘说话，而且他搁那个网上发的那些视频啥的可帅了，就是待会儿给你们放着看一下。有，人家说起来帅，两人笑容，我们看看有多帅，来看看，哎呀，可帅了！哇，还真帅，还真是。还有点赞更多的呢，还有那个别的照片，还有更帅的呢。哎呀，看看，哎呀，确实挺帅啊。有3.8万呢，特别多女生喜欢他，然后他特别就是受那个异性欢迎，然后吧，他网上根本就是也没有我的痕迹啊，我就感觉他立单身人设呢。那他和这些粉丝什么有互动吗？咋没有呢？也有啊。他有一次，我中午12点多给他发的那个消息，他半夜12点多才回我，我就感觉他就跟那个他的小粉丝儿就出去约会去了呗，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哦，这咋可能有这事儿呢？你觉得有证据吗？我没看见呢，但是我就觉得他跟男生在一起不可能12个小时一个字都不能回我啊。之前一个小女生给他评论，就评论他帅，然后他给人回复一个钻戒表情包，我就不知道他啥意思，要跟人求婚呢。没，我就随便找了个表情包，我就回了一下啊。那么多人给他评论，他就回复那个，我就感觉他就是说点人家小女生主页，看人家长得好看呗，就释放信号呗。而且他这搁网上整这小单身人设，根本也看不出来是有对象的样啊。听明白了啊，这个女生因为觉得男生帅就有担心，又异地嘛哈。对，我中午12点多给他发的消息，晚上12点多回，你就告诉我为啥你12个小时不能回消息？我当时跟哥们打台球去了，正好打台球你手机就看不了。正好放假，跟哥们好长时间没见着了，打个台球放松放松也不行，这个谁能信呢？我就感觉他就是跟小女粉丝啥的出去了，人家就不让你看手机呗。没有，就是打台球去了。打台球12个小时不看。其实是后来打完台球之后，手机也没电了，后来去了 KTV 了。我之前都不知道，之前那次他就回我说打台球去了，这次又给我整出个 KTV。对呀，我跟哥们上 KTV 又咋的了？就跟哥们去 KTV， 你们2个人去 KTV， 你俩真挺爱唱歌的呀。唱歌咋了？来几个朋友唱歌喝。又来了几个朋友。有多少事儿啊？还有啥事儿啊？没有啥事儿，来几个女朋友吧。都哥们唱歌也不行，就这点小事就一直说。那你打台球，然后去 KTV， 那你中间就没有时间吗？中间你没有时间，回个消息都不行。姑娘，停，你不能再在这个事情上纠结了啊！你都已经自己知道答案了，他跟人家12个小时，至少干了让你不愉快的事儿，你一直在纠缠这个干嘛？这件事情放到这儿，你的判断可能有些是。过了哈，他可能没有干特别伤害你的事儿，但一定是不能和你说的事儿，所以不和你说，不接你的信息，不回你的电话，你还矫情他干啥？这个男生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当着我们的面，你就别胡搅蛮缠，你就说不吭气儿，哪怕都行，那不睁着眼说瞎话呢吗？没有啊，你不就是不想回复他吗？我不管你干啥去了，你就是看着了不想回复，是不是？或者不方便，或者不想。还有什么事儿你接受不了的？就是刚才不是说我自己想象的吗？然后他还有我看见的。我看见他给个女生微信，一整就发点那个日常，发点那个小穿搭呀，吃点饭啥的，一整就给人女生微信发。你为啥知道我给女生微信发消息啊？就是那次用我电脑就登了一下你微信呢，然后我就看见了，咋了？就是你一直拿电脑登我微信的呗。那咋了？那你要是不登这一次，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些事儿呢。这女生怎么回复他？就没回复他，就是我感觉可能。是那个什么前女友啥的，想找人复合，人不搭理他呗。而且就是前女友、前任，我怀疑是这样。然后还有那个我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去那个动物园，我跟人说话，人家不搭理我，就搁那录视频。但是后来我就是直到我看到他这个
电脑上这个微信。我一寻思，那不肯定就是给这微信发吗？你要干啥呀？那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发小啊，我给我发小发过我日常啊。发小为啥不搭理你啊？发小你发这些人不搭理你，你啥发小啊？那个其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好朋友，但是他21年的时候去世了。我俩之前也经常聊聊天，关心关心啥的。后来他虽然他不在，我也经常给他发。就是分享我的日常，看看我现在过得怎么样。不，这个女孩子是在你和你女朋友好之前就过世了，是吧？对，就是我俩谈恋爱之前，我跟那个我的青梅竹马就一直有联系啊。你一直在给一个去了世的女孩子发你生活的日常。而且是他把他和我恋爱的过程发给那个人，也发。对，也发，就是让他看看我现在过得好不好啊。是你暗恋的对象还是你的前女友？没有，就是朋友。对，就是朋友。所以我想问西大老师，这问题你怎么看？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尊重，但是你女朋友尊重了之后，你要回馈给她尊重，并且可能要给对方一个预期或者一个期限，就是我可能，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你要让他理解。为什么你会一直给他发？你要告诉他对你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在你什么关键时刻帮助了你，或者扭转了你的哪些方面认知，让你在成长上有什么帮助。总归这个人得是对你有益处的，并且认可的，并且有帮助的，或者有一定深度的链接的，对吧？你给人一个合理的理由，他就不这么难受了。总之，就女孩觉得男生这个心里你不是他的全部，是吧？有假想敌，就那12个小时不回微信也不知道是谁，甚至粉丝哈，也有真正存在的这样一个，但他是一个故去的异性的好友，都会让你觉得他的心不全是你的，是吧？就这个很难受啊。行，除了这个之外，你们异地的这日常生活啊、沟通啊、交流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很大。好，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刚工作嘛，有一次我就是跟那个客户就工作中嘛，人家就把我拒绝了，被赶出来了嘛。我当时特别难过，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你倒是安慰我几句呀。然后他不的，人家还笑话我。我当时可没笑话他，主要是因为那个我也没毕业呀，这方面专业知识我不懂，我也不能说瞎评论、瞎给你提意见。那你咋回应人家的呀？我就回复了几句，哈哈哈哈呀。啊？就是简单的回复了一下。人家没有这样的呀。人家迷茫的时候，你去回复一个哈哈哈哈。就你有截图，回几个拥抱都可以呀。就是，我有平时我给他分享的那些截图什么的，都怎么回应的？看看。第一个就是在网上有那种续火花嘛，除了续火花，然后就不说话。这除了哈哈哈，就几乎没有别的话，哈哈哈和表情包没有别的话。就没话说才哈哈哈呗。那当然，问题是他跟另外一个人，人家不理他，他可有的是话说，录个视频都得发，人可3年没理他都有话说，这儿天天跟他求安慰，这边哈哈哈。你为什么永远是哈哈哈呢？我不知道说啥呀，主要有时候他发的那个我看完之后也没啥感想。现在就觉得我无聊了呗？不是啊，就真没啥感觉。就有意思的可以这样解读啊。因为你们2个是热恋之中，又是异地，又敏感，这个时候您应该知道他的心思怎么想的，哪怕安慰几句，您总不可能忙到最后只能哈哈哈吧？我也有点不太会安慰人。不会安慰人，那谈恋爱你还不会吗？你看那个，你刚开始说还能说演一下子，给我续个火花，下面火花都不续了。还有后面这个，就1月份，我俩聊天聊了几天，而且这还都是我主动找他说话的，一直都是我上赶着呀。哎，那你俩多长时间就是真实的面对面见一面啊？我俩异地了4个月，这4个月没见面。对，就最近就是来这儿才那啥的。哎，姑娘，这男孩又对你挺冷漠的，也没啥好的回应，心里还藏着一个过世的女孩子，你就没想过算了吧？也想过吧，但是他跟我分手过，就因为那个事儿跟我分手过。那我为啥跟你分手啊？就是跨年的那阵儿嘛。你说人家谁0点不是给那个女朋友说打个电话说个新年快乐啥的，人家不的。哎，我在那眼巴巴等1个小时，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然后呢，人家给那个微信打2个那个语音电话，我都不明白，人家你都接不了，你跟人打个啥呀？你想说啥呀？
就还是那个过世的女孩子。对，就是打了个电话，然后说句新年快乐呀。你眼前的这人不关怀，你关怀一个没法回应你的逝去的人。你即便是复制粘贴，那也给他打个电话。也说声新年快乐呀！我觉得你不应该跟那个女孩再打语音电话，你应该找西大做咨询，解决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恋爱的状态。真的很奇怪啊！要走出来。行吧啊，这个女孩提过分手是吧？这事儿就跟我分了挺长时间。那咋又好了呢？后来我感觉我确实是有点太过分了，我就又回去哄她了。你哪儿过分啊？就是跨年那天，我没给她发消息，她就跟我分手了。我觉得可能有点过分了。后来仔细考虑了一下，确实是我有点问题太大了。哎，男生，你对你的女朋友有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有啊，我就是感觉她平时管我管太多，太敏感。你咋不说说我为啥管你呢？我咋管你呢？她成能管我了，可能管我了。管你啥？有一次我跟我那个室友想就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就是放松放松，给她发消息她不让，我跟她磨叽了成半天，说成半天才让我去啊。到那儿了之后，隔个5分钟10分钟的让我拍个照片，发个视频，看我干啥呢？然后一直让我发，还一直问我有没有女生啊，有没有女生啊。后来我都没有心情玩了。好，这是第一个不满，管的太多，是吧？管的特别多，查岗查的太多。还有没有不满的？还有就是他感觉他挺敏感的，我干点啥他都得问我，我要是不发消息，他也一直给我打电话。这就还是管得多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毕业以后？这个以后的路怎么走？毕业以后，这能不能有以后我都不知道呢。对呀，就这样，谁还跟他有以后啊？还谈以后呢？对，那其实也就到了分手边缘了呗。达成共识了，差不多。反正就今天就来这儿，要是还这样的话，那就别处了呗。哎呀，这个恋爱也谈的有一点哈不同寻常，既有假想敌，又有永远战不胜的对手，又有异地之间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所以该何去何从啊？我可能咱们年龄也有代沟，但是在我的年龄看，当孩子看，我认为这女孩子吧，现在你应该就好好的找个工作，把自己的前途看重要一点，这些事儿不要看那么重，能处一天呢，当朋友处一处。我看呢，就是说这男的责任有点大点儿，应该珍惜当下。还为了一个故人嘛，就属于没有必要那么纠结。当时这么好的女朋友，还因为这事吵架，没必要啊，因为。就是人家也没有几百万的财务的这个纠纷是吧？就应该好好过啊。对。哎，叔叔阿姨都劝你们调整调整，继续过，是这意思吧？对，继续处吧。对你俩那么麻烦的状况还处着呢，他俩这不算啥。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处不下去了。男生确实异性缘特别好。你有一种自然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吸引了很多的异性。这其实对你们这一段恋情来说，女生会认为是安全感的问题。或许你认为这个女生患得患失、胡思乱想，但是很多迹象表明，她还真不是胡思乱想。你所有的回应当中，从敷衍到冷漠，真真切切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男生曾经2个人热烈的相爱过，如果现在爱得力不从心了，我们相互说明白。但是您现在又这么拖着他，您现在又没有明白无误的告诉他2个人处不下去了。他现在虽然看到了这个男生，他从敷衍到冷漠，会不会是不爱我？但是他心中依然有侥幸心理啊，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些您所看到的管你也好，质问你也好等等的迹象。所以我想今天你们2个人很简单，能不能就在爱情保卫战这个平台说明白？有感情还是有感情，但是就是我还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就是别那么敏感。是改变还是处不下去？能处下去，能处下去需要改变。我要先批评一下小伙子。刚刚品控老师在你描述的时候，有说到一句话，说你睁眼说瞎话。你当时说没有，音量降低了，同时还低头向下看。
这一点已经明确就证明了你心虚。但是即便是这样，其实你的女朋友还是一次次也在给你机会，也在问，她也在表达。虽然说她有很多的我觉得你可能是在什么什么啊，我觉得你是什么什么，但是她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不是你说没有，你净瞎想，不是，她需要的是你的一个解释。但是你也不能总被困在我觉得的情绪当中。你下次说完我觉得之后，你把问题抛给他，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直接提出你的需求。其实线上的相处和线下的相处其实有很多的不同，尤其是你们两个人的异地的时候呢，其实相互之间的分享和沟通它是分了几个层次的。比如说可能比较低的层次是发消息要回复啊，再高一点的呢可能是会主动报备，然后再高一级的可能是主动分享。然后在这一点上你们双方是非常不对等的，就女方她对你是属于主动分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对她呢就是发消息认真回复，这一点可能都没有很做到认真回复。你那会儿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回去哄，当时你也知道了，意识到了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或者意识到可能嘴有点过分了，回去哄。你是会哄的呀，那之前怎么不哄一下呢？就是哄一哄，其实真的关系状态就可以很好。这也是你们这个年纪应该经历的，或者应该磨合从中学习到的东西。我能看得出来你们两个还都是想和彼此再好好相处一下的。那么你们接下来回去试着相处，如果还是不会相处呢，可以去公众号搜西大去领一下课。我有一个课是增进关系的49个细节，你们可以照着都对照做一遍。如果关系还是一点升温都没有，那再考虑分。所以现在给你们的建议是，就是要好好在一起，好好相处，然后好好磨合，抓住每一个问题点，不要让每一个问题点忽略敷衍就过去了，那是一个成长的契机，不要错过了啊！想要找西大来解决感情问题的观众朋友啊，那去微信公众号呢搜索西大，关注，然后呢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您就可以获得粉丝的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你们现在这个状态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恋爱状态，我觉得女生你就是个备胎，真的。跟一个人谈的时候，我们得先弄明白跟这个人谈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人谈的是结婚，我们跟这个人谈的还是分清楚财产。俩混一块儿，一定谈不明白，哪个都谈不明白，都分开之后反而能谈明白。有道理，对吧？有道理。你要跟一个人谈恋爱，恋爱肯定要有情绪互动。我今天不开心，你觉得心疼了，你给我安慰，这是情绪。我今天很开心，我跟你分享，你跟我共情了，这是情绪。他给你的情绪互动，不管你开心或者不开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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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有情绪互动吗？
没有。那你跟他谈的是什么？另外，我问一下小刘啊，他跟你说明白了，我今天被一个特别难缠的客户，特别不客气的让我出来了，我委屈啊。这个时候，你心疼吗？心疼。你表达心疼的方式是哈哈哈哈哈哈，是吗？你的情绪表达非常有个性，你不光有颜还有个性。但是他跟别人有的是情绪互动啊，人家都不用给他反馈，他天天喜怒哀乐给人发呀，是不是？那你觉得他跟谁谈恋爱呢？哎呀，好深情的男孩，好幸福的女孩，好感人的爱情。但对不起，女生，我不是跟你说的，我说的也不是你，我说是他和那个微信女孩。活在当下的感情最怕的就是冷着活人，爱着逝者。在男孩心里有一个情感黑洞，他和这个男生应该没有恋情，如果有了恋情，成为了情侣，女生你不会出现。我觉得男生大概率是暗恋，还没有表达就出现了意外，所以形成了一种遗憾，一种补偿。如果男生对这个女孩，你的女朋友，真的是有爱的话，你一定会跟她坦白这段过往。但你就在今天，你还不去解释，你还在保护你们曾经那段最纯真的那段感情，虽然好像没有开始，但它永远没有结束，至少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段感情在你内心深处何等的深刻。你不是一个花心的男人，别看有3.8万赞，他们都是过客，包括这位在你对话框里装雷达的女孩也是过客。所以孩子走吧，第一离开他，你不要害人家，人家是真情的，他是无辜的。第二一个，你继续往前走吧，因为你经历过的太少了，与其怀念，不如揣着怀念前行。如果你过得更好，如果有一天你真遇到了你的幸福的话，我相信逝者作为你的老朋友会向你表示祝愿的。那你们也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是分还是合，你们自己来做决定。那我们这对10几年的情侣啊，给你们一个前提，先不去说结不结婚的事儿，但如果先生愿意为了一份尊重、一份信任，给到身边这个陪伴了自己17年的女士，给她一个答复，你们就出来，再说结婚的事儿，要不就别出来。来，我们请4位回到我们的门后面来，请回。你就出来。你说我1分钱也不能给到他自由管理，你就别出来了。如果你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您可以私信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记得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小心上当受骗。观看完整视频，请登录腾讯视频。好，我们来看看他们2组嘉宾的选择。先看一下这对夫妻啊，愿不愿意把财务公开透明，能够有个彼此互相信任和尊重的财务模式，再谈是否领证结婚。愿意的话，那就请出来啊；不愿意的话，就别出来了哈。所以来，3、2、1，请开门。他们2个人还真有点悬。完了，这男的死活就不愿意财务透明啊！因为不是透明的问题，透明早就透明了，是不愿意把共同赚的1半钱还给这个女生。这下这大姐明白了。明白了，到底爱有多深，情有多重，就是钱重要还是情重要？说白了，我觉得也挺好的，了解我们真实相处的这个关系当中的真实性，我觉得比其他都重要。对呀，才50岁嘛，女儿也长大了，还有很多机会拥有更多的幸福。大姐有了离开的勇气，但是她心有不甘啊，2个人共同赚的钱全部捏在了这个男士手里，不肯拿出来了呀。行吧，这未来路还得自己去走了哈。那我们看看这对小情侣啊。这我觉得他们也不出来了，他们不应该出来了，不应该出来了哈。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帅是特权，哎，所以还不好说。来，3、2、1，请开门。不会了吧？没了。哎呀，幸亏没出来。我跟你讲，因为接下来如果他们出来，我得这么说，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这我不想看，所以不出来说明他们就没有发生美好啊，所以就不能进入我们中国广电的真情时刻了。但这2对没出来，我真是很开心。我觉得他们都做了对的选择。如果一个热恋当中的恋人回复只是哈哈哈哈，您说这样的恋爱怎么谈呢？是，如果一对10几年的男女朋友说提到钱，我们公开一下，大家稍微能有个这个信任度，他说不行，这又是什么样的爱情？怎么处呢？因为这个钱还不是他自己的，是2个人共同赚的钱，都不能拿出来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选择真的是真心相爱的那个对的人。也感谢5位老师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